欢迎来到可可知分析室，我是玄一环。年轻的时候会喜欢几个漂亮的姑娘，想追她们却苦于没有知识，到底要怎么追女生会比较好呢？从学业上我们学会了努力这个技能，似乎我们好像也只有这个技能了。用努力这个技能去追女生，却被别人贴上了舔狗的标签，真的好难办。今天我们用心理学的方式，看是否能提升追女孩的能力。首先要介绍一个核心理论，叫社会渗透理论。人与人的交往程度取决于互相暴露的广度跟深度。如何理解广度跟深度呢？深度可以通过 CBT 的核心理论得到答案，有以下层级：自动化思维，例如我看到了巧克力我就垂涎欲滴；中间信念，例如我只有努力读书才能考上好大学；核心信念，例如他人都是危险的，我必须要保护好我自己。更多这方面的知识，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索一下。那如何理解广度呢？我们可以用生态系统理论，例如微观系统有学校、家庭、工作，宏观系统有文化、价值观等等。这边就不详细介绍了。说了那么多心理学知识，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怎么用呢？也没人教我们啊。其实跟我们去菜市场买菜一样的，这过程也能运用到数学知识。我们或许只是缺少迁移它的方法，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理论来支持这些方法的使用。缠结理论，意思是在系统中各个部分互相依赖连接，就导致它们很难以分离。那我们或许可以把我们追女生的技能调整成以下步骤：第一，了解女生跟外界的互动方式；第二，了解女生的需求跟她人格中矛盾的地方；第三，看自己是否能够融入这些点，跟它形成一定的关系；第四，完成缠结。我们引入2个个案来模拟一下这个过程。第一个案例是林楠的故事。林楠是南方小城到上海闯荡的姑娘，父母经营建材生意，母亲教她女孩的精致是武器，父亲用故事教她独立思考。她一路非常优秀，211大学，顶尖公司市场经理，月薪2万，高级公寓，活成精致的模板。这边要运用到一个心理学知识叫反向形成，是精神分析的。成长过程中间，父母教会我们的内容，我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。然后我们继续，他擅长用理性掌握一切，职场方案精准打击用户心理，社交圈筛选人脉，连朋友圈都只展示恰到好处的品味。但深夜加班之后，他会恍然，那些靠成绩单换来的父母骄傲，用口红香水堆砌的都市人设，真的能填补内心那个洞吗？青春期的时候，我们会萌生自由意志，自由意志会反抗之前形成的一些价值观。或许这个女生她用父母给予的信念拿到了这些成绩，她可能在自我方面会有一定的迷失，并且她交朋友的方式似乎有点严格。继续故事，谈过2段恋爱，校园男友太安稳，创业精英男友太控制，她要求势均力敌，她希望与男友有一定的边界感，却在艺术感遇到有趣的人，却下意识的计算她的生物似乎不够匹配我的灵魂。母亲催婚的电话越来越密，她笑了敷衍，转头继续 PPT 里找安全感。这段看来，她的交友方式似乎有严格的条件。这个女孩其实比谁都清楚，她包装得了形象，却包装不了孤独。我们来分析一下她的心理。家庭模式怎么理解呢？我们在小时候，例如0到3岁的时候，希望得到了父母无条件的爱，似乎母亲给了外在价值的条件，告诉她爱需要用优秀来换取，而不是无条件的，并且在这过程中间，他似乎也觉得我给别人爱也需要一定的条件。社交模式上，他非常强调形象，似乎需要把社交方面的事情风险降到完全可控。他有一条中间信念：依赖等于失控，优秀等于安全。这似乎跟他家庭模式有关系。例如，只有足够优秀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。似乎父亲的理性教育方式让他觉得必须自己要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，依赖他人可能就会导致人生的失控，并且母亲的外在价值条件告诉他优秀才是安全的，不优秀可能就会带来人生的失控。他会认为必须要完美的控制自己的人生，人生才会一帆风顺。这似乎也是他与他人交往的方式。从马斯洛的需求角度分析，他爱与归属的需求是没被满足的，或许跟他的早年经历有关，可能他的早年经历认为爱需要优秀才能换取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去追这位女生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第一点的话是用专业领域跟她产生共鸣，在这过程中间，你会是需要有一定边界的，并且有一定的知识储备，建立跟她的平等感，不要去说教她。第二点，在建立关系的时候，尽量提供支持性的帮助，而不是控制性的帮助。什么是支持性的帮助呢？就是我可以帮助你，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让我帮助你。那什么是控制性的帮助呢？就是你必须要接受我的帮助。第三点，
价值共生链接。在这条上，我们可以跟她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并且跟她相互交换自己的价值观。这位女生有一个特点，在父母给她人生信念的同时，她自己也在反抗这个信念，只是没有完成。或许跟她共同探讨价值观并且成长之后，她会跟我们有很深的依赖关系。第4点，暴露自己的脆弱进行破冰，这是针对父亲的理性教育的点，意思就是先暴露你的脆弱，让他来帮你解决问题，在这过程中建立链接，有点狡猾。第5点是针对他交友的方式是有很强的条件的，我们不要着急去推进跟他的关系，要持续证明自己是符合他的条件的，如果来得太快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。这是第2个案例，赵可欣。赵可欣是阳光女孩，天生让人开心有魔力，父母不富裕却给她自由成长的空间。上大学的时候，她好像挣脱了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在3人合住的公寓里，她穿梭在学生会、短视频拍摄和城市探店之间，朋友圈永远是最热闹的一个。这段可以分析一下，自由成长分为2种方式，一种方式是没有支持性的，就是父母很少提供社会知识、与人交往的知识，让她自由的成长。在这情况下，女生或许要自己去探索与人接触的方式。另外一种方式是支持型的自由，在这种方式下，父母会给予与人交往的一些基本的规则，与一些基本的社会学知识，但却不控制孩子。显然后者成长出来的孩子会更健康很多。继续故事，这个穿平价衣服也能闪耀的女孩有2个面孔，白天是元气满满的生活，深夜却刷了999加点赞，却感到非常的空虚。她善用一句话化解母亲的唠叨，并且用心智拍来转一个个的话题，谈了2次无疾而终的恋爱，最后都因为没有意识收场了。这段可以看来，似乎她自由探索与人交往的方式陷入一定的困境，这2段无疾而终的恋爱可能给了她一定的打击。继续故事，如今大3在人生的分岔口上，是继续当下生活的体验派，还是寻找自己的方向？他跟朋友说年轻要多尝试，但是手机里面却记着下个月考新媒体运营证。这个渴望自由又害怕停滞的女孩，正在热闹和孤独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的答案。可以看出女孩的成长经历是非常自由的，所以让她看到了很多风景，但在这过程中间，她似乎没有跟他人建立比较深层的关系，所以内心是非常孤独的。我们来看看分析。从家庭模式看，她在情感上是缺乏深度指引的，就是家庭给了他一定自由，却并没有给他深度的指引。社交模式上，他更多是浅层社交，并且有一定的表演性，这可能是他自由的探索社交方式，却没有合适的引导，导致自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交方式。认知信念，他觉得稳定就是停滞，并且只有保持有趣才能被人爱的信念。稳定等于停滞，可能跟他自由探索世界的方式有关。情感模式，新鲜体验带来深度链接，将亲密关系工具化作为生活素材，这或许也是他独特的社交方式。那如果想要追这位女生，要如何开始呢？创意共生就是跟她合作创作短视频，以此作为破冰点。镜像成长，这就有点狡猾了，查看她在考什么证，并且跟她共同备考，然后建立关系。深夜共鸣，通常戴着表演型社交面具的人，他会有感性窗口期跟理性窗口期，而表演的过程是理性窗口期，但他一定会有感性窗口期。似乎这位女生的感性窗口期是在深夜，在这个时间跟她互动，似乎更能建立稳定的关系。第4条，由于她成长的经历比较自由，所以非入侵的关系，比较有边界感的关系会更讨女生喜欢。第5条，反向依赖，跟之前那位女生差不多，就不讲了。现在我们来分享这整个过程是怎么实现呢？第1步，首先你要学会使用 AI， 例如 DeepSeek 等等，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心理学知识，所以需要利用 AI 的工具来帮我们进行分析，并且学习心理学是一个耗费几年的过程，先用 AI来的比较快一些。然后是学会收集信息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收集心仪对象的信息，或许可以问问 AI， 这边也不过多说明了。然后就是了解以下的信息，这些理论是我片开始前提到的理论，大家可以看一看理解就行了，并不是去考试，我们只要懂得怎么用就行了。然后就到了行动步骤，在学习跟收集信息的过程中间，尽量少做多看，不要贸然行动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定式叫首因效应，人在初次见面产生的印象往往尤为深刻，后续要花大量的精力才能调整初次见面的印象，所以尽量的少做多看。第2步，进行分析，用足够的信息分析出合理的行动步骤。第3个部分，交互，用 AI 给出的具体行动步骤跟女生慢慢的交往，逐渐形成关系。最后我想强调的是，我们这个视频并不是教你去控制女生，人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，我们希望用这个视频能让你感受到
人与人深层交往的美好，并且这是我自己的价值观。我认为跟伴侣更深层次的互动会让我的人生更有趣，例如价值观、信念、目标等等。但如果这些东西能在恋爱的时候就打好关系，那我们结婚之后的人生或许会更有趣。人生也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，通过探索心与女生的内在世界，或许也是我们自我探索的一个契机。最后，请始终记住，任何技巧都代替不了真诚，我们只是用这种方式去了解他人，了解自己，获得更好的人生体验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